太霄殿重地，未经允许，不得擅入。唐某请见婉玉公主。未经传令，不得见公主。哦，退下。毕总管，公主在问神台。问神台。那里没有守卫，但要如何登上，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。呵呵呵，看来这是唐某此行最简单的事了。九该星辰，玄妙之妙，渺渺众生，盈盈在心。而今天暗暗而不清，路迢迢而奇异，神灵可佑，常与我亲。为何这习古影镯会与问神台有所感应？难道说此处与天阳镜有什么关联？只有碧落宫公主可以登上问神台，唐公子不知道吗？公主若是不想见我，便不会让毕总管告诉我这个地方。你在等我？不应该等你吗？赢下紫霄院星夜的人是唐公子。这便是碧落宫的九星回龙阵吗？果然神妙。唐公子没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公主想听唐某解释什么？自问神台建成，只有一个人发生过这样的感应。恐怕要叫公主失望了。唐某对碧落宫的旧事知之不详。碧落宫创立于洛水，钻研星象风水，受前朝所托，以国师之尊镇守龙脉。我父亲以参悟天地治理为毕生追求，直到遇到了那个人。那个人自称夜魔，他给了我父亲所有他想知道的东西。我父亲看到了天地的边界，他才发现毕生所学不过是沧海一粟。原来天外还有天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没有人可以拒绝这样的诱惑。我父亲将夜魔奉为先知，将他引荐给了皇帝。夜魔以种种非人的神通治好了皇帝的病，求来了汉帝的玉。皇帝敬他信他，将他奉为新的国师，拥有了无上的权力。再后来的事，唐公子不能说不知道了吧？一血阴阳，祸乱天下，诬陷碧落宫谋反，碧落宫举宫流亡。按我父亲所说，如果夜魔没有失败，他一定会来到这个问神石下，利用他的力量完成更大的阴谋。唐公子，今天你来了。是，我来了。你跟一阙阴阳什么关系？若是从前，我一定会说没有关系。但是今日，我相信我与一阙阴阳有关，但我确实不是一阙阴阳。那你这个银镯的来历，或许是源自于我的故土。唐某没有完整的记忆，在我有记忆之时，它就已经在我的手上。
那敢问唐公子，故土何方？并无觊觎之所。在何之年？天都峰7大高手围杀一血阴阳的那一年。你更显可疑了。很多人都在意唐某与一血阴阳的关系，但我相信，公主所在意的，或许还有别的事情。碧落宫先祖曾经有一个预言：神州天外的来客会带来灭顶的灾难，而这个预言最终落在了一血阴阳身上。至于这预言之中的神州天外是什么地方，碧落宫追查多年，倒是有了一些猜测。圣子，你今日所受种种试炼，皆为成就来日不朽之业。未曾听说。那唐公子信命吗？唐某一向尊重他人性命。若天命注定你会接替一血阴阳，要再一次给神州带来浩劫呢？那唐某就免不了要逆天改命，将这满天星辰给击碎了。看来唐公子也不服天命啊。婉玉公主若是服了，早就会接受风流殿的条件，何须等我？婉玉公主是个有野心的人，或许除了野心，还有霸图。从我看到那具空棺起，我便知道，你们有回归中原的想法，这并不稀奇。中原剑会以及风流殿，他们都知道，不然也不会试着与碧落宫结盟。不过，唐某还知道其他的事。你们不仅要回去，还要洗刷污名，堂堂正正的回去，重掌祭祀卜筮，再任仙人之职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算是真正的落叶归根。婉玉公主，你不服碧落宫背负骂名，你知道洗刷之路困难重重，但仍要试一试，因为只有走这条路，才是对前公主，对在劫难当中活下来的碧落宫弟子，对10年、100年后的碧落宫最好的交代。中原剑会小你以正义，风流殿许你以武灵，但这都不是你想要的，所以你等我，因为你想看一看，我能给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。既然如此，那唐某可以告诉公主，你想要的，我可以给你。他们给不了的，你能给我吗？公主若愿同唐某协助中原剑会剿灭风流殿，那么唐某便答应公主，一定会助碧落宫重登国师之位，拾回往日荣耀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因为公主与唐某一样，不服天命。那你欠碧落宫的一口棺材，一个交代。总有一日，我会将不朽金棺归还，之后任凭公主处置。任凭处置？当然。你许了一个危险的诺言。唐某静待公主答复。